傍晚在东京的下北泽街头吃一家正宗的居酒屋料理是一种什么体验？我真的太爱这种风味居酒屋了。生葱烤猪肝。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又到了1年1度吃居酒屋的日子。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日本东京的下北泽，我的快乐老家。这里街景文艺，吃饭便宜，又因为这周围有很多大学，所以就变成了年轻人非常爱来的地方。好惨了这个地方。我的废话越来越多了，开始吧。すみません、予約したの量です。3名様。2名です。6時の。老板说他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学生，然后毕了业就开始做餐厅，非常的浪漫，所以给我们上的第一个菜也非常的重磅。这个不应该是先要烤一下再上吗？直接拿出这样啃吗？然而没想到让我们直接蘸着蛋黄吃，用这个生肉球裹满上面的香汁和那个蛋黄，我们直接啃吧。非常的我现在吃饺子馅儿，这是一个烤猪肝串，上面铺的那个是洋葱蒜蓉酱，下面是一碟香油。生葱烤猪肝，我吃进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蒜蓉味和炭香味一起在我嘴里迸发，然后再是香油渗进猪肝里的味道，特别美妙。然后这个是和牛葱煎烤肉，配了一点黄芥末，我们再挤一点柠檬上去就可以吃了。师傅用的不是那种脂肪很多的部位。在日本吃这种烤串的秘诀就是要连着葱一块吃，这种吃起来特别有嚼劲不说，葱的甜味和它肉的甜味还特别的搭，所以哪儿找到这么甜的葱啊？然后接下来这个才是今天的全场最佳。我最爱的烂炖牛舌，这个菜其实很像关东煮，用勺子压它都能按出汤了，咬下去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里面吸的汤汁会顺着你的牙齿一直扩散到你的整个口腔，而且那个牛舌萝卜汤的味道特别鲜，而且它这个牛舌软嫩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会怀疑自己正在嚼的是不是鸡皮，真的就是用舌头轻轻一顶它就散开了，这也太美妙了。然后吃完这盘软的，我们再来盘硬的，炭烤牛舌，同样也是厚切，这个就非常的硬，牛舌边边烤的特别的焦，一层薄盐也没有盖住牛舌本身的味道，烤的就是比煎的香。然后你们猜下这个是什么肉？马肉刺身。其实我一直品尝不来马肉，因为它吃起来跟牛肉实在太像了。日本人一般会加一点生姜末，但这样不就是更吃不到马肉的味道了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就是牛肉不过确实嚼起来会比牛肉更软嫩。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串鸡肉团子，烧鸟店经常能看到，但它这两头实属有点大了。竹签戳破蛋黄，裹着蛋液吃，再配上下面的照烧酱。这个串的汁水特别多，就对准那个蛋液的位置咬下去，就是又鲜又甜。炭烤也能让它外焦里嫩，缺点就是它太扎实了。再来一串银杏，假装自己今天吃了很多蔬菜。接着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硬菜，奶油浓汤牛尾骨。哇，它这个也是够烂的，轻轻一挑就能连筋带肉一块挑走。但这样直接吃也不是很过瘾，把它放在刚烤过的面包上面，一起进嘴就特别香，而且要挑那种带筋的肥肉，跟面包的味道特别配。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过瘾，也可以像我一样拿着牛尾骨直接开始啃。然后这样一盘下肚之后，你就不用再战斗了。好啦，阿基推荐指数8.5分，卡呀，真长胖。当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要不我就请你吃烧鸟吧。今天肯定又会有人说啊，你怎么又来吃烧鸟？那还能因为什么？我太馋了。这个鸡年龄肯定很小。为了吃今天这家店，我们又连夜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阪。咱们就是说大阪这个城市为什么那么多烧鸟店？又到了吃那个的日子。到了啊，火锅ですよね。第一个菜是这个方盒子。它是一个擦手布，它入口即化，它鲜嫩多汁，这什么啊？无语。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第一个小菜是鱼子鲍鱼，真奢侈。这个是油菜吗？感觉好久没吃到过了。鲍鱼再配上一点鱼子，好腥啊！接着是前菜大拼盘，一碗芥末小鱿鱼，还有一碗像鼻涕一样的透明带鱼，一小碗海胆豆腐脑，居然是甜口的，还有一小块鲷鱼烧。然后我们今天的师傅真的很赶，第一串马上就端上来了，平平无奇的半熟鸡胸肉，却给我们上了一盘印度辣椒粉，这个辣度比六婆变态多了，直冲天灵盖。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鸡肉团子，非常的嚣张，没有任何配菜，但是我一口下去，牙齿都能感受到里面鸡肉的细腻，而且当你慢慢咀嚼它的时候，那个肉汁和孜然香在嘴巴里面反复回旋，里面还有一些脆骨粒，腌制过的肉香会直冲你的鼻腔，这个应该是最近得分最高的一串。下一串是鸡脖子肉，一口下去你就能吃出来这个鸡生前应该经常做脖颈运动，肉嫩爽弹，它像鸡脚筋和鸡腿肉的结合，这是肉中带筋，筋中带肉，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初吻啊！接下来这盘菜叫长命百岁，活到150，再来一串整整齐齐的鸡心，这一串也烤得特别好，血管的部分已经烤得焦脆，你不仅能吃到肉的弹性，还能吃到鸡心爆汁的回甘。怎么说呢？大概就是汁水炸裂，灌汤鸡心说的就是它。这个是全鸡上下脂肪最充沛的地方，它的屁股破开焦脆的外壳，里面就是一块极其肉厚的固体脂肪等着你，是一只幸福的鸡囊。接下来是鹌鹑蛋，师傅说每个蛋的火候都不一样，最上面那颗是溏心，中间是半熟，下面是7分熟，然后因为它是卤过的，就特别入味。但是下一串是鸭肉，我真的栓 Q， 但我也因此发现烤鸭肉很像那种嚼不烂的牛蹄筋，看着很香，但是最后无奈也只能直接吞进去。下一串也是常驻嘉宾烤鸡翅，其实我吃烧鸟并不喜欢吃有骨头的，但是每次啃鸡翅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太丰富了，又脆又有嚼头的鸡翅皮和别的部位的鸡皮完全不一样，有炭火气息的鸡皮和鲜嫩多汁的翅膀肉组合在一起，哇，那个真的太绝了！而且骨头上面的肉越啃越香，嗦骨头特上头。这个鸡肝看着就有酱香十足，咬破皮之后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内脏的甜味儿，这种叫什么？像是沙沙的空气感，生软的力道，里面就像那个稀泥一样。接下来是一盘金色炸鸡，它的外壳非常的蓬松酥脆，表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面粉。
它肉上还挂着油脂的鲜美，主要是这个油一点都不会觉得腻。但是烤饭团这种东西，我是真的有点不太理解，吃起来像是煲仔饭最外面那层锅巴，不过里面咬开之后还是冒着热气。吃了这么多，再来一个日式小火锅，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好了，今天的分量也是吃到天灵盖了，阿基推荐指数8分，卡好玩呀。这个确定不是备孕的时候才要吃的菜吗？哇，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中餐日做那个事儿，大概就是国内一家餐厅套用了在日本很流行的我妈咖塞的用餐形式，然后就引起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吧，我想说在日本这样的中餐厅真的巨多，主要是不仅没人质疑，反而喜欢它的人很多。我怎么感觉越看越像是菜的问题？所以我带着一颗强烈的探求心，今天找了家靠谱的来试一试。备孕的时候都没有吃这么丰富，好补啊！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入口了，是不是有一种钱没带够就出不来的感觉？すみません、予約したのです。这店感觉好高级好严肃，见到朋友才松了口气。然后我们点的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套餐，第一个是一个前菜拼盘，这菜叫富贵前菜莫里亚瓦塞，我感觉我妈妈肯定会很喜欢这个菜，我们一个一个来。这个是小米辣海带丝，配了一坨海螺肉。小米辣酱的海带就是特别酸爽，然后是一只醉虾，厨师已经帮你剥好了。我本来还有点忐忑那个酒的味道，但它其实只有一丁点的酒香，然后一小块肘子冻。不过好像开胃菜都没啥可说的，就是越吃越饿。我们直接看主菜吧。第一个菜感觉就是 C 位，佛跳墙，它真的太补了。是不是佛跳墙的用材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们这个打开第一个是鲍鱼，因为是炖的，所以能极大程度保留它的 Q 弹，嚼就完了。还有一个看起来品质还不错的海参。这个一口下去真的特别的鲜嫩多汁，就是一嘴巴弹嫩的胶质。然后我觉得今天最恐怖的是这个牛鞭，我就很好奇你们那儿吃佛跳墙要放牛鞭吗？口感吃起来很像牛蹄筋，不过是炖的趴烂的那种。我还以为会有那种骚味呢。下一口挑战升级，牛蛋，牛蛋啊，为什么要念2遍？它的味道像毛肚，又像卤水鹅肝，就是内脏的味道，没有骚味了。最后感情深一口闷，喝一口佛跳墙的精华。这个汤足足熬了10个小时，那种浓稠的鲜味就是不一样，超补。胖了。接着是这个菜，鱼子酱松叶蟹。虽然这个搭配让我想起了那些吃不饱的法餐，但这一口吃进嘴里满满的蟹肉，这个分量肯定是中国菜，而且它下面一层还是蟹肉，这得多实诚。而且配上那个奶香味的酱不要太满足，这一口既有蟹肉本身的鲜甜，还有鱼子酱的咸香，就是满足。接着是一个点缀了春卷的狮子头，这个跟我们平时吃的狮子头好像不太一样，特点是它里面可以爆汁，里面是一层肉肉的夹心。咱们就说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真的很过瘾，细腻的肉泥和大坨的肉块混合在一起，甚至还有点像没有皮的饺子馅儿。接着这个是他们家的海胆盒子，我发现他们家的分量都好实在，它里面不光有海胆，还有海参，还有贝猪跟猪肉，好多肉啊！这么多食材都挤在一块儿，一口下去真的会爆汁。哇，这个菜我是真的很想外带几个回家。接着是一盘蟹黄菊花贝煮，淋了一勺满满的蟹黄膏的酱汁。贝猪还挺有嚼头的，贝猪的味道本身就很鲜，再加上那个蟹黄酱，甚至很想来一碗米饭。中餐嘛，怎么少得了鱼？我就很喜欢这种没有刺儿的石斑鱼，还是红烧的。石斑鱼的肉炖出来就是细腻紧致，酱汁是酸甜口的，有点像松鼠桂鱼那个味道，又有点像宫保鸡丁的酱汁，挺复杂。果然石斑鱼就是嫩。总之就是酸酸甜甜不腻人，特别适合年夜饭吃。其实到这儿这顿饭的分量已经特别足了。我们还有个硬菜，椰汁配孜然羊排，还是货真价实的椰子。这个烤羊排闻起来羊膻味特别重，但吃到嘴里却不怎么膻，反而因为羊的油脂在嘴巴里化开变得特别香。我们直接来啃吧。总之来说，今天这一顿就是10全大补，感觉回家不胖个3、5斤都是对不起厨师长。这种才叫我妈咖塞嘛。阿基推荐指数9分，好胀，凯维尔。